我今年99岁了，在这个年轻人，上帝给了我唯一的特权，就是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坐在椅子上，对这个疯狂的世界说真话。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50岁这个危险的工具。当你向我展示一个50岁的人时，我往往不需要看他的银行账户，只需看清他的眼神，就能判断他是一个真正的赢家，还是一个穿着昂贵衣服的可怜虫。看看你们周围那些50岁左右的人，他们看上去就像这个的脊梁，他们手里拿着社交几套房产的钥匙，股票账户里躺着一套印着乱七八糟的名片上着着吓人的一方，手机通讯录里存满了各种所谓大人物的联系方式。按理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应该感到满足，应该在门廊下喝着冰镇茶水享受人生。可事实恰恰相反，我见过50岁的人，大多数活得比20岁还要累，还要无力，还要惊慌失措。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在悬崖边表演的杂技演员，同时手中抛着10几个球，高额的房贷，豪华汽车的保养费，孩子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父母迫切增加的医疗费用，工作场所上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以及那些毫无意义但却不得不的社交晚宴。他们不敢停下来，甚至不敢大口喘气，因为只要掉了一个球，整个生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崩塌。他们以为拥有的那些资产、人脉，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拼搏半生换来的勋章。其实反过来想，那些东西究竟是挂在他们脖子上的沉重锁链。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越努力越焦虑？为什么拥有的越多，自由却越少？因为他们犯了一个连1年级的小学生都看出来的逻辑错误，一个绝妙的傻瓜的战略失误。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仍在尝试用上半场的规则来赢得比赛。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周期的基本问题。生命是分阶段的，而且这2个阶段的底层逻辑物理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在50岁之前开启人生的上半场，游戏规则确实是做加法。你是一个漂亮的猎人，你需要积累，你需要一份制服，你需要积累经验，因为你需要第一桶金，你需要多地把东西装进你的篮子里。在这个阶段，习得的贪婪是动力，实际上是常态。你一无所有，所以你必须掠夺。但是一旦时钟敲响过了50年这条道，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铁律就会告诉你，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到了下半场，游戏规则变成了做减法。听听这个残酷的现实吧，你的精力开始呈线性下降，你的时间开始进入倒计时，你的身体机能不再允许你像20岁那样熬夜修复错误。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犯了一个傻瓜的投资错误，你还有30年的时间去翻身。但在50岁以后，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可能让你万劫不复。50岁以后，复杂就是你最大的敌人。如果你还在试图拥有更多，还在试图抓住每一个美妙的机会，还在试图抓住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你就是在自寻死路。我亲眼见过很多50岁以后破产的聪明人，注意，是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傻瓜。他们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复杂了。他们拥有10几个投资账户，买了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股票，管理几套在另一个城市的出局，还要涉及比特币的投机。市场只要轻轻一动，他们就忙手脚乱，顾此失彼。他们参加各种协会，在这个圈子里混个脸熟，在那个圈子里当个领导，结果遇到真正的麻烦时候，没有一个人真心实意的。他们就是这种人为制造复杂性而锻炼出的心力，最后在大脑短路的情况下，
做出了惊人的傻瓜决策。如果让我给50岁以后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建议，那绝对不是什么具体的策略，比如买哪只股票或者选哪个基金，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我给你的忠告是战略级的。如果你想在晚年保住自己的财产和财富，你必须拿起刀手术，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次冷酷无情的截肢。很多人不敢做减法，他们觉得丢掉东西是损失，拒绝机会是遗憾，疏远朋友是冷漠。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是缺乏乏力感的体现。真正的富人，真正的智者都知道一个反直觉的秘密：少就是多。只有清晰的，除了那些平庸的、消耗你的、虚假的东西，那些真正死亡的、毁灭你、产生复利的东西才有空间生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教你如何使用这把手术刀。要对你的人生进行3次最关键的清理：清理你的投资组合，清理你的朋友，清理你的欲望。当你切掉那些累赘的赘肉时，你留下的将是一个精干的、强大的、能穿越任何经济风暴的切割。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意见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让你感到痛苦的地方开始。你的钱。50年前，你可能被商学院或者华尔街的那帮名人洗脑了。他们告诉你，投资的金科玉律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发明了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比如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告诉你可以分散风险。于是你买了几十只股票，持有了5、6个基金，可能还跟风买了一点虚拟货币，甚至还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有一套收不上出租的房子。看着这琳琅满目的资产列表，你觉得自己很安全，因为你分散了。但我必须直言不讳地告诉你，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你这不是在分散你的风险，你是在分散你的生产力，分散你的收益。更糟糕的是，你是在分散你的灵魂。到了50岁，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分散投资是无知者的保护伞，集中投资才是智者的收割机。让我们用基本的算术和心理学来分析一下，在50岁这个年轻人，你哪来的时间去跟踪30只股票的季度财报？你哪来的精力去每天寻找5个不同的交易软件，分析宏观经济对你那几十种资产的影响？你做不到。既然做不到，那你持有的资产就不叫住了。那些让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资产，就像是你鞋子里的沙子，他们可能不会让你破产，但他们会让你走得很累很慢。他们会刺激你的大脑宽度，让你在真正的机会来临时，因为恐惧和崩溃而错失良机。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仓。这是一场财务上的大扫除，认定那些你根本看不懂的所谓高科技股卖掉。别跟我扯人工智能、元宇宙。如果你连这家公司怎么赚钱、产调从哪里来都节日讲，你就是在玩火。把那些常年不分红、你只会讲故事的垃圾股卖掉，把那些让你睡不着觉、心惊胆战的投机品卖掉。既然叫是亏损，也要卖，这就沉没成本。只有傻瓜才会去追沉没成本。你关心的是机会成本。那些烂资产占用了你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占用了你的关注力，这就是巨大的浪费。你要像一棵老树一样，把那些枯枝败叶通通剪掉。剪完之后，你应该剩下什么？你应该限制下3到5个篮子。这3、5个篮子必须满足3个女人的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你闭上眼睛都看懂他们是怎么赚钱的，这叫完全圈。第二，他们拥有坚不可摧的护城河，再过10年、20年，
也没有人能轻易击败他们。第三，他们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需要你操心的目光。这就是我说的借印债打僵仗。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我和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其实非常简单，甚至简单的让人觉得枯燥。我们持有的重仓股，一只手操作数得过来，可口可乐、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就这些。我们有这几家公司拿了几十年，我们不需要每天看盘，不需要担心美联储明天是加息还是降息，不需要担心华尔街的分析师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地球还在转，人们要喝可乐，要刷卡支付，要使用智能手机，这种极大的集中不仅带来了惊人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平静。想象一下，如果你只持有3家伟大的公司，你对他们就如执掌一样，就像了解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市场大跌时，别人在恐慌，猜测大家支股票，哪支卖支要，而你只是淡淡的看着，心里想，只要还瞬间喝可乐，我就没事。你关上电脑，继续去读你的书。你不需要再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买那些复杂的衍生产品。你只需要守住这几棵摇钱树，让它们慢慢长大，慢慢开花结果。当你把资金集中到最优质的资产上时，你的财富不仅更安全了，而且增长得更快了。因为你砍掉了那些拖后腿的平庸，你让复利在最好的田里心无旁骛地工作。所以别再犹豫了，拿起你的账户开始清理吧。别舍不得那些平庸的资产，就像平庸的朋友一样，除了消耗你的时间，也不能给你任何帮助。说朋友，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第2次清理。如果说清理股票只是割肉，那么清理朋友圈就是清晰的骨头。但对于50岁以后的人生来说至关重要。50岁以前，你可能会信奉朋友多条路这种江湖习气，你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人脉越广越好。你强迫自己参加各种聚会，像发传单一样交换名片，甚至忍受那些你不喜欢、不尊重的人，只为了也许有一天能用得到他们。但到了50岁，你必须看清一个残酷的统计学现实：90%的所谓人脉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毒的负资产。让我们用逆向思维来思考一下，一个糟糕的朋友会给你带来什么？有些人每次见面都会在抱怨，就像个情绪垃圾桶一样，把负能量倒在你身上。有些人总是想占你便宜，向你借钱不还，或者理所当然的让你免费帮忙。有些人当你成功时看着你，当你失败时嘲笑你。还有的人虽然不坏，但就是和你聊不到一块儿去，你们的价值观南辕北辙，每次交流都是鸡同鸭讲。在人生的上半场，为了所谓的机会，你或许还可以承受这些艰难成本，但在下半场，你的时间和心力已经太宝贵了，经不起这样的挥霍。你必须明白，要么是有成本的，而且是无比的隐形成本。和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聊天1小时，你会感到精疲力尽，这个下午你什么都干不了，甚至会影响你的晚餐胃口。和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合作1次，你可能要花几个月去收拾烂摊子，去打官司，去做生意，这就是巨大的交易成本。所以我们要进行第2次清理，拿起你的手术刀，斩掉那些有毒的关系。这种清理比卖掉亏损的股票还要难。人是有情感的，我们害怕孤独，因为害怕得罪人，害怕别人口中的评价。但你必须酷一点，50岁以后，我们要追求的是零难度的另外。什么是零摩擦？就是你和他在一起，
不需要猜疑，不需要防备，不需要讨好，你们彼此信任，彼此欣赏。如果你们做生意没有火星厚厚的法律合同，只是一份爱情承诺，你也相信它会兑现。如果你们只是聊天，坐在一起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如果你们发生了闭合，你们能就事论事，而不是互相攻击。我和沃伦·巴菲特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认识了60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架子。这听起来不可思议，这是事实。我们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每次通电话都会立即进入正题，没有任何虚伪的寒暄和废话。我们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知道对方的品格如何。这种极致的信任让我们在做几十亿美元的决策时能够像喝水一样简单。这就是信任杠杆。当信任度达到极致时，管理成本就会降到0，效率就会达到无穷大。当你身边尖端下这样高质量的朋友时，你的人生效率会指数级上升。你不再需要花时间去设防，不再需要花去精力博弈，你可以把所有的能量呈现都用来创造价值，享受生活。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给你的朋友圈做减法，把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请出你的生活，不管他多有钱多有能力，把那些重建利用你的人拉黑，把那些和你三观不合的人淡忘。这3-5个朋友是经过时间筛选的真金，他们会在你生病的时候来看你，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心相助，会在你老去的时候陪你。真正的友谊不是靠数量堆砌的，而是靠质量检验的。当你清理了杂草，那些真正的友谊之树才能长得更高。根扎的外面，记住，如果你总是和跛脚的人走路，你早晚学会还有跛脚。在50岁以后，保护好自己的环境，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命运。现在你已经清理了你的钱，清理了你的人，你的负担轻了一大半，但你心里还有一个更困惑、更顽固、更多破坏力的东西。如果不把它清理掉，你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这就是你的愿望，尤其是那张你一直紧攥在手中的外部积分卡。什么是外部积分卡？就是你对自己价值的判断完全来自于孩子的评价。你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成功。你买大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舒适，而是为了让亲戚朋友来参观时发出羡慕的称赞。你送孩子去名校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是为了在家长面前更多面子的情绪被别人掌控。如果别人夸你，你就上天；如果别人完全批评你或者重视你，你就会感到伤心落魄。你就像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线的另一端握在那些你甚至都不喜欢的人的手里。活法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是一种动力，它通过虚荣心和攀比心鞭策你向上攀爬，这符合进化的逻辑。但到了50岁，如果你还持有这张外部积分卡，那就是一场灾难，一场没有终点的苦役。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游戏。你赚了100万，你的邻居赚了200万，你还是觉得自己穷。你换了奔驰，你的同学换了法拉利，你还是觉得自己输了。鄙夷的心态会产生一种剧毒的情绪，我称之为嫉妒。我常说，是所有罪恶中最愚蠢的，它是唯一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饱食至少让你享受美食的快感，懒惰至少让你享受休息的快感，因为色欲至少让你获得片刻的欢愉。而眼呢，仅仅让你在别人成功的时候感到痛苦，在自己拥有的东西面前感到匮乏乏力。对于50岁的人来说，
嫉妒是食物，是精神上的砒霜，它会消耗你的理智，让你在应该国防的年轻人因为不甘心而去冒险，因为想证明自己而去犯错。所以第3次清理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清理，就是要彻底撕碎这张外部积分卡。你假设它换成了一张内部积分卡。什么是内部积分卡？就是你对自己价值的判断来自于你自己的标准，来自于你的内心。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只在乎你是否做了对的事，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否已经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看看沃伦·巴菲特，他是内部积分卡的终极追求，他是世界首富，但他吃吃喝喝，住在他58年买的那栋楼里还不豪华的老房子里。他不需要豪车、屋顶来证明他是巴菲特。如果有人说他老土，说他不懂，享受他根本不在乎，甚至觉得好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想要什么。他的满足感来自于他对投资的热爱，来自于他每天的阅读和思考，而不是来自于别人的掌声。当你切换到内部积分卡时，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你会发现你其实需要那么多东西，你不需要为了面子去换那辆新车，因为你知道旧车开着也很舒服，而且不用担心剐蹭。省下的钱你可以带家人去旅行，或者增加安全感。你不需要合群去参加那些无聊的饭局，因为你知道独处的时光更匮乏。你不再是通过拥有什么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成为了谁来定义自己。心态的转变是50岁以后最伟大的财富，它让你获得了真正的肌肉。市场的觉醒不到你，因为你知道你的资产足够养老，邻居的炫耀气不到你，因为你知道你那种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从一个在台上卖力表演渴望掌声的演员，变成了一个坐在台下静静欣赏自己人生的观众。这就是欲望的清理，不是让你变得清心寡欲，不是让你去当苦行僧，而是让你把那些为了别人而产生的欲望清理掉，只留下那些为了自己而产生的真实需求。你会发现真实的需求其实很少，很容易满足。一张舒适的床，一本好书，几个知己，健康的身体，以及不用为明天发愁的存款，这就是幸福的全部。当你完成了这3次清理，清理了资产，你获得了安全，清理了关系，你获得了效率，清理了欲望，你获得了平静。现在你已经整理了所有的包袱，你的灵魂变轻了。你终于准备好去迎接50岁以后那个最重要也是最美妙的阶段了，让剩余的精华开始自动恢复力。但是而且慢，在这个阶段你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让很多聪明人倒下的陷阱，那就是无聊。当你把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都清理掉之后，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非常枯燥。每天打开账户，数字出现视觉变化，没有新的热点让你盯着，没有复杂的饭局让你应酬无聊。对年轻人来说很痛苦，他们需要多巴胺的刺激，但对50岁以后的人来说，这就是天堂。但前提是你学会享受它。我发现很多人之所以在中年翻车，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忍受不了无聊。他们觉得我都50岁了，我有经验，有资金，我应该更努力，我应该更忙碌。于是他们主动制造麻烦，去寻找刺激。他们卖掉好端端的蓝筹股，去买波动巨大的垃圾币。他们去辞掉稳定的工作，去搞什么2次创业。他们反对平稳的婚姻，去寻找他们的热情。
以为这叫不服老，其实这叫作死。你必须明白复利的物理学本质。很多人误解了复利，以为它只是一个数学公式。其实复利是一种自然法则，它就像树木生长一样。复利的核心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打断它。50岁以前，你的人生为什么很难产生复利？因为你太忙了，太乱了。你今天买这只股票，明天卖那只股票，你打断了财富的复利。你今天和这个人应酬，明天和那个人吵架，你打断了关系的复利。你今天想学钢琴，明天想学衬衫，你打断了技能的复利。你的精力被审视了无数个碎片，撒在了无数个平庸的地方。所以你虽然很累，但一事无成。但现在当你做了减法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因为你只持有3-5只最优秀的股票，你不需要再交易，你只要持有，这一持有就是10年、20年。在这深入的岁月里，你没有打断它，于是复利开始疯狂的工作，你的财富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因为你只和3个最靠谱的朋友来往，你们之间的信任不需要再从头建立起来。每次见面都是在原旧的友谊地基上加上一块砖石，这种关系的质量会随着时间变得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这一方的关系抵得上万个点赞之交，因为你只保留了读书和思考这2个最简单的爱好，你每天都在积累智慧，这种智慧的复利是最惊人的。到了我这个年轻人，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问题的力量是你年轻时的无数倍。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当你把人生简单的变了，你就把人生变重了，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更重了，你的每一次行动效率都更高了。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是一个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帝国，但你知道我们的总部有多少人吗？只有20几个人，没有庞大的人力资源部，没有公关部，没有法务部，没有战略规划部。我们把管理做到了极简。我每天不去管那些下属的，首先我只做一件事情，选对人，然后信任他。因为简单，所以我们决策前极快。因为简单，所以我们没有内耗。因为简单，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生钱这唯一重要的事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跑赢那些拥有几千年著名分析师的华尔街投行。他们被复杂的拖垮了，而我们趁着简单的翅膀在飞翔。50岁以后，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必须像爱护你的眼睛一样爱护你的精力。不要让那些琐事、那些烂人、那些虚荣心像白蚁一样吞噬你的精力。你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那几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财富从来不是来自于间隙的买入和卖出，而是来自于等待。如果你因为耐不住寂寞而间隙操作，你就是在亲手掐断复利的脖子。学会在动荡的世界里做一根安静的定海神针，这才是50岁以后的顶级智慧。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清理资产、清理关系、清理欲望，也讲完了如何享受无聊。但是这一切最终是为了什么？最后，我想和你谈谈50岁以后人生的终极目标。当你做完了所有的减法时，你的手中的双手下3-5只股票、3-5个知己和一个清醒的大脑。这个时候，你应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很多人到了50岁，陷入了一个叫做存在感危机的陷阱。他们觉得如果不努力，自己就没有价值，于是他们去干涉其他的生活，对古代人的工作指手画脚，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唠叨鬼。请千万不要这样做。50岁以后，
你不再是战场上的冲锋者，你是坐在深处里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是一座灯塔。你唯一不能减掉的是你的责任，一种传递理性的责任。我今年99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老了，但我还在接受，还在写书，还在参加股东大会。为什么？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当然不是。我的几个钱血纸都花不完，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通过做减法守常识活过来，而且活得不错，我有义务把这种生存的智慧传递下去。这就是50岁以后你人生的新游戏，从狩猎者变成教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去说教。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比我们当年更复杂的世界，他们有社交媒体的噪音，有高房价的压力，有白人债的消费诱惑，他们很焦虑，很迷茫。过来人，你最大的资产不是你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因为不犯蠢而积累下来的生存样本。你要制作一个样本，你要让他们看到，一个人即使不恐风口，不透支信用，不焦虑攀比，依然可以过上体面、富足、从容的生活。这种身教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当你不再向孩子炫耀你的过去，而是展现你现在的平静；当你不再强迫他们成功，而是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失败；当你不再用金钱控制他们，而是用智慧启发他们，那一刻，你才真正完成了财富的传承。我见过很多富豪，他们为孩子捐了几十亿美元，却没留下一点智慧。结果呢？那些钱毁了诅咒，毁了孩子的一生。我也见过普通的父母，他们没留多少钱，但他们守护了孩子诚实、耐心和节俭。这些孩子最终都成就了社会的栋梁。所以50岁以后，你要投资的不仅仅是股票，更要制造下一代的大脑。这需要极高的智慧。你需要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幽默，你需要忍住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你需要像修剪盆景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那些年轻的思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做减法，你减少了对别人的控制欲，减少了对世界的抱怨，减少了那种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的傲慢，你只保留了同样的东西，理性。当朋友因为攀比而焦虑时，你是那个请他喝茶让他慢下来的人。这就是灯塔的作用。灯塔不会到处乱跑，也不会大喊大叫，它只是站在那里发出光芒。在黑暗的风暴中，谁需要光，谁就会看向它。这就是50岁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存在方式。你不再需要通过索取来证明自己，你通过给予来升华自己。你给予的不是钱，而是比钱更稀缺的确定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个情绪稳定、财务健康、思想深邃的长者，就是对他身边人最大的恩赐。好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整走过一遍：清理资产获得安全，清理关系获得效率，清理欲望获得平静，享受无人获得复利，交割智慧获得权利。你可能会问，查理，这样的人生会不会太冷清了？我告诉你，这不叫冷清，这叫高级的自由。当你生活在我这个年轻人面前，你就会明白，私人生活最顶级的奢侈品不是飞机，不是海边别墅，而是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句，我没有不想做的事，需要被迫行动。这就是我们做减法、守常识、存复利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死的时候成为墓地里最有钱的人，我们是为了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拥有不被别人左右的人格。你不需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对不喜欢的人假笑，
你不需要为了面子而在这个名利场里装合群，你不需要为了弥补年轻驾驶的错误而在晚年疲于奔命。可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读好书，喝一杯茶，看着窗外的落叶，那一刻，你的内心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没有遗憾，你拥有的是一个叫做心安的东西。这种心安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它是你用半生的克制、理性和智慧换来的一份奖赏。50岁以后，你的身体会衰老，你的记忆力会增加，这是自然规律，没人能改变。但是你的灵魂可以逆生长，通过做减法，你把那些世俗的一切过滤掉了，你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通透，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智者。年轻时，你的快乐来自于获得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职位，获得别人的赞美。年老时，你的快乐来自于舍弃了虚荣，舍弃了攀比，舍弃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当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很厉害的时候，你才是最厉害的。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只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简单生活的老头子。但我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有被这个疯狂的世界改变，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我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灵魂。不要等到80岁躺在病床上，才开始把自己的一生都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不要等到生命快结束了，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从50岁开始，甚至从今天开始，拿起你的手术刀，砍掉那些多余的枝蔓，建立你的护城河，守住你的核心资产，点亮你的灯塔，照亮身边的人。这不仅是投资的智慧，这是生存的艺术。50岁不是下路的开始，而是登顶的最后一段路。只要你拎包行李，轻装上阵，你会发现山顶的风景比你想象的坡还要美，而且那里的空气无比自由。我是查理芒格，保持简单，保持傻瓜的对立面。希望我的这些唠叨能陪你走好人生的下半场。